目前进度怎么样了？计划执行的非常完美。按照您的要求，充电器这种非常不利于环保的产品，已经从所有的时间线上移除了。但是，但什么？但由于波及的范围太广，我们手机的研发进度也受到了影响。目前未来几年的新品数据，除了外观，其余大部分都丢失了。那这是好事啊，那岂不是可以一套模具？那不行，我们是以创新驱动的公司，不惜一切代价前往未来，把数据找回来。明白？我操！难道这个时间线 AirDrop 被制裁了？怎么连接口都换了？这他妈是25年的手机吗？未来怎么样了？未来几年新品的接口混乱，速度也太慢了，能获取到的数据少之又少。目前拿到什么数据了？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我冷静分析，大胆假设，合理推断，每年新手机会有90%的概率用上新的芯片。90%，那剩下10%呢？从我的观察来看，少部分优质芯片可能会贯穿好几代产品。那这是好事啊，又能省下不少。那这不行，虽然升级已经很大了，但这些卖点根本撑不起我们这些伟大公司的伟大产品。必须开发出一种更加通用的手段，去拿回更多的数据。明白？我们已经在当前的产品线里预埋了磁铁，固定为统一标准，改变了时间线。同时，我们正在开发一款磁吸数据窃取器，虽然目前只能用于充电，但产品迭代后，我们就能通过这种方式获取更多的信息。就这样，特工零55顺利通过研制的有线飞盘数据窃取器，找回了公司丢失的所有新品信息，最终。怎么又是你？这他妈是25年的产品吗？最终挽救了爱破公司的手机业务。不错不错，这么好的产品，应该起个什么名字好？我有这样一个想法，既然它是磁铁，又能保证数据的安全 ，MagSafe， 我们不如就叫它。大家好啊，又到了咱们喜闻乐见、轻松愉快的 Apple 节目了。MagSafe 是我认为苹果近5年来最伟大的创新，没有之一。这不是阴阳怪气啊，这是直抒胸臆。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你可以认为把羽衣甘蓝加苹果榨成汁卖25非常的伟大，把充电线自己卷起来非常的伟大，让手表独立运行微信非常的伟大，都没有问题，都没有问题。这是我们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如果说今天苹果还有让人值得留恋的地方，那对我而言只有 MagSafe。圆形的 MagSafe， 甚至在形态上都像 iPhone 的护城河。你用过越多的安卓旗舰，你就会发现 MagSafe 越伟大。用长远的眼光来看，苹果一直把无线当做自己的目标。2017年 iPhone 8如约而至，没有砍掉烦人且会电人的 Lightning 接口，而是通过玻璃背板给手机加上了无线充电。再往前倒1年 ，AirPods 迎来了它素未谋面的亲兄弟 AirPods， 同样是变成无线，但手段却更加的粗暴大胆，把线一剪放到塑料盒里，便卖出了弟弟10倍的价格。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AirPods 发现自己的根儿没了，反而更贵了。从美学的程度上，无线在苹果内部的定义不只是优雅。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没有线来束缚的 TWS 耳机，的确解决了长年以来有线耳机铃铃啦啦的烦恼，甚至推动了整个行业的发展，这非常有前瞻性。无线充电随手一放就能充，也省去了以往找线、对准、插入3步走的麻烦。那从利润的层面来看，推广无线意味着有新款的配件，有新款的配件意味着能多赚钱。所以当 MagSafe 这种奇怪的东西从发布会里蹦出来的时候，自然很符合苹果对于美学和利润的双重极致追求。咱们按照这个欲扬先抑的行文模式，先说一说缺点。我提前说好啊，我是举双手双脚支持 MagSafe 的。好，先说说缺点。首先第一点啊，产品贵，那对我来说是缺点，我承认。一个手机壳加一个动画卖400块，一个无线带有线的充电器卖300块，这300块不送充电头，罪加一等。透明的 MagSafe 壳非常好，透亮不发黄且耐用。液态硅胶壳手感也不错，就是容易包不住火，夏天尤其激热。MagSafe 无线充相比原来的器协议，功率翻倍到了15瓦，但作为有线，甚至连及格都不算。这2个品类的定价都是我们日常会接触到的同类型产品的好几倍，但是从体验上来看，它并没有拉开什么差距。在这里，如果各位体验过 MagSafe 双向充电器，这个感受就会非常的明显。279的手表充电器加上329的手机充电器组合在一起非常优雅，因为优雅所以卖1049，这个价格先于产品力达到了1+1大于3。Only Apple can do。第二点是授权贵，和 MFI 如出一辙。厂家想要获得遥遥领先的15瓦磁吸无线充，必须获得苹果的 必须获得苹果的 Made for MagSafe MFM 认证。
苹果的过路费从软件收到了硬件，可谓是不忘初心。厂家做产品已经被收割到一次了，那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自然是买不到便宜的授权设备啊。在这里又有一个典型的磁吸充电悖论来了：厂家、商家如果不买这个授权，他怎么宣传充电呢？详情页磁吸的画面搭配22.5瓦快充，听起来好像比15瓦还要高啊！大部分消费者已经被唬住了。而熟悉的朋友已经开始找这行小字儿了，所以说认证可耻，但认准确实有用。第3点是违背初衷，这是我对产品很少有的评价。发布会上说 ，MagSafe 充电的核心是提高充电效率啊，比起传统的无线充电，磁吸更容易对准，比起细协议功率更高。放到今天来看，谁家吹充电都可以，唯独你苹果不行。即便现在第2代 MagSafe 已经能做到25瓦，可以和 iPhone 的有线充电掰一掰手腕了。但你要记住，苹果生态里最大的 BOSS 不是创新，而是发热。MagSafe 原本是用于充电的，结果就是经常容易非常的火热啊，导致降功率。而且由于是15瓦超大功率，那尤其是磁吸充电宝，夏天的户外更是热情。这样的一通操作下来，它的充电效率和之前的7.5瓦能够打得有来有回。当然，这也不能算 MagSafe 的锅，我觉得 iPhone 的散热占主要责任。上面是缺点，下面是优点。磁吸充电这4个字一分为2，刚好涵盖了优点和缺点。细心的猎文虎克会发现，刚刚我说的所有的缺点都是来自于充电。也对啊，苹果在充电这件事上鲜有胜仗。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优点部分，几乎全部来自于磁吸。磁吸的巧用才是我觉得它作为一个功能或者产品能够成功的核心原因。从2020年到现在 ，MagSafe 标准你可以说它不温不火，但磁吸配件可以说火得一塌糊涂。你可以说苹果不创新，这个标准一成不变，但这确实非常方便副厂做产品。第3方厂商以惊人的速度迅速适配了这个固定统一的苹果标准。磁吸充电宝、卡包、手机支架，大家再熟悉不过了。第一次感受磁吸的伟大，是我参加一个品牌的活动啊。我作为一个安卓用户，而且是一个裸奔的安卓用户，我当时需要以一个第一人称拍摄我操作这个产品的一个视频，布置成这个样子，就非常的狼狈。而且我需要保持居中，就一直盯着屏幕，这个构图线一直在挑战着我眼睛的最近对焦距离，我的眼睛对焦对到头晕。这时候一个身影从我旁边闪过，发出了当当的声音。我一抬头是钟文泽老师，哇，他用一个挂脖的磁吸 MagSafe 拍摄支架，解放双手的同时解放了自己的大脑。那一瞬间，我觉得我是没有进化的原始人，钟老师才是文明人。钟老师拍完以后，我凑上去要了一个链接，这里不是广告啊。到货的那天，山顶洞人点燃了火把，大脑开始进化。这只是一个非常小的例子，如果让我给你举例，我可以给你讲20个类似的故事，不带重样的。很多朋友不以为然，觉得我夹一个手机夹子一样能实现，完全不一样的好吗？ MagSafe 最美好的点是什么？不是充一会儿就烫的不行的无线充电，也不是贵的不行的私有协议，而是我自己不做任何改变，就有络绎不绝的第3方绞尽脑汁想方设法的过来适配我。就连友商竞品都要过来适配我，我做了什么呢？我什么都没有做。友商出的充电宝都不管他们的自家旗舰能不能用，只管 iPhone 能不能用。后妈比亲妈还亲。学霸只是潦潦草草的写了一张卷子，清华北大的招生办凌晨把你家的门都快敲烂了，求着要录取你，爽不爽？我问你爽不爽？爱酷的磁吸散热背夹给爱酷手机用的时候需要用夹子夹着，那磁吸2个字是写给谁的？写给 iPhone 的。爽不爽？我就问你爽不爽？回答我。Look at my eyes。像我最近很喜欢的一个磁吸转1/4镂孔配件，按照果果的说法，把它放在三脚架上，它就是一个 MagSafe 三脚架，直接给它赋能，对齐传统摄影器材的颗粒度。磁吸的使用体验也比原来的手机夹好不少，其他衍生出来的配件五花八门，数不胜数。上一次这种盛况啊，还是在 C 口普及的时候见到的。当一个被创造出来的需求改变了行业的时候，它就是很有价值的。在这里，我必须单独夸一夸磁吸带线充电宝这种协修产品，这真的不是广告，真的不是广告。知道的朋友肯定知道 ，iPhone 有线充电的优先级是要高于无线的，所以当磁吸充电宝通过有线给手机充电的时候，它的线圈是不会工作的，发热的问题从根本上解决。一2脚离地了，病毒就关闭了。去除了无线充电的缺点，保留了磁吸和快充的优点，就想到这个概念的产品经理，真他娘的是一个大智若愚的天才。说到底，磁吸对于喜欢的人来说是有一种魔力在的啊，毕竟磁场也是自然组成的一部分，就像我和你一样。像我经常用到的无线开关，它是一个自带背胶的，但我更乐意给它贴上磁铁，不去固定它的位置，为的就是能随便支配它的快感。我想贴在哪儿就贴在哪儿。磁吸对我来说是一种更加万能的胶水，灵活、稳定、可靠。这几年国内厂商都在宣传果味儿，就一个 MagSafe 而言，据我了解啊，国内的安卓厂商想要绕开它这个专利，脑袋都想破了。而安卓羡慕的当然不只是这小小的磁吸生态，而是定义硬件生态的能力。安卓厂商难道不想一个标准就用5年以上吗？当然想，他做梦都想。
但你要有 iPhone 的销量才行啊。我记得很多年前去华强北的时候，有2栋楼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一栋楼里全是安卓的维修配件等等，另一栋楼则是苹果的。你要知道，安卓是有很多品牌的，这些都叫安卓，都在那一栋楼里，而苹果就是苹果。当一整栋楼里面所有的人都在想方设法围绕着这一个品牌去挣它钱的时候，这个局面其实是很难撼动的。苹果近2年看起来颓势尽显，仿佛败局已定。那眼前的败局是什么呢？是截止到25年6月，中国大陆地区 iPhone 16系列出货量3000万台，1万元起步的 Pro Max 占了接近40%。我们需要追赶的确实还有很多。在营销 MagSafe 这条路上，苹果重新定义了磁铁的玩法以及价格。毕竟谁让它能埋在手机里呢，对不对？对内单独的新产品线赚取利润，授权费只多不少；对外除了被养活的无数配件厂以外，那磁铁厂更是笑开了花。老板一觉醒来，我成苹果供应链了。甚至对于我这种普通消费者来说，原厂的、第三方的，甚至 DIY 的不同价格功能的配件也是任君挑选。它甚至改变了我们日常习惯的拍摄方式，这怎么看都像是一个3赢的局面，对吧？如果说上一个5年是 AirPods 的主场，它改变了耳机的一个生态格局，那么我觉得能把磁吸玩成产业链和生态的 MagSafe， 或许是苹果近5年来最伟大的创新。好了，本期视频到这结束了，真感谢各位观众老爷的3连支持，你们的努力是我继续创作的最大动力。我是65，如果喜欢视频，希望您关注我，我们下期再见。